他是史上最资深咸鱼，堪称穿越大军中的一股泥石流。别人穿越要么是数米一起大杀四方，要么是系统在手风光无限。他一心只想躺平吃吃喝喝，吃完顺便抱一抱太子的大腿。岂料太子不讲武德，竟然缠着他疯狂贴贴，还一心要和他生崽崽。冷静了，太子殿下，这可不是咸鱼的工作范围。他本是现代一条996社畜，却意外穿越成了太子不受宠的小老婆萧西西，不用上班还有工资拿，整天吃吃喝喝，这日子简直太爽了。他感动的眼泪都下来了，打定主意要混吃等死。可这天他突然上宫，带着侍女宝琴拦在了太子的必经之路上。小主，您就算想要见太子殿下，也不能在这里守着啊，这不合规矩，万一惹恼了太子殿下可怎么办？宝琴慌得一批，可萧西西却斗志昂扬。我都已经入宫半年了，太子殿下却连看都没看过我一眼，我要是再不想办法，这辈子都别想再见到他。可就算这样，你也不能。去，人来了。话音未落，高冷俊美的太子便带着人缓步而来。乌鸦捉飞机。你是何人，竟敢偷袭太子殿下？萧西西抬起头，双眸含泪，竭尽全力让自己看起来可怜些。太子殿下，您不记得妾身了吗？妾身是萧良娣啊。洛清寒冷眼看着他，看样子是完全不记得自家后院里面还有这么一个女人。妾身知道太子殿下今日要陪皇上外出围猎，外面危险重重，妾身担心太子殿下的安危，特意求来这么一枚护身符，求您收下。此话一出，在场所有人表情都变得古怪起来。全皇宫的人都知道太子殿下最讨厌那些神神怪怪的东西，现在萧良娣居然敢送太子护身符，他这是嫌命太长了吗？让开！殿下今日印堂发黑，恐有血光之灾，求您把这枚护身符带上，他可保您免受血光之灾。洛清寒僵在原地，他活了18年，还从未见过如此胆大妄为的女人。来人，把他拖走，关起来。狗男人也太狠了吧！萧西西被太监拖走了，即便如此，他还在呐喊。殿下一定要小心啊，有人要对您图谋不轨。太子气得都冒烟了，要不是今日耽误不得时间，他非要把这女人给咔嚓了。很快萧西西喜提冷宫的消息就传遍后宫，太子的其他小老婆们议论纷纷，都觉得他这次死定了。可他却正悠哉悠哉地晒着太阳，这不争气的样子看得宝琴都自闭了。小主你也太占五渣了吧，如今被送到这个鬼地方，日后的日子该怎么过呀？该咋过就咋过呗，本来我就没想过争宠啊。那您今天眼巴巴的跑去抱太子殿下的大腿做什么？我已经说过了，太子印堂发黑，恐有血光之灾，我去找他是为了救他一命。宝琴脸上明晃晃的5个字，您看我信吗？来来，吃点瓜子消消气。哼，我今晚想吃火锅，要放很多辣子的那种。容奴婢提醒您一句，您得罪了太子殿下，您现在最应该想的是怎么获得太子殿下的原谅，而不是今晚该吃什么。今晚不能吃火锅吗？真的不能吃吗？萧西西眼巴巴地看着宝琴，看了他足足1分钟。奴婢去想想办法。虽然他的主子是条咸鱼，可他又能怎么办呢？只能宠着呗。宝琴出门去准备食材了，萧西西悠哉悠哉地躺下，所有人都觉得他是得了失心疯，好端端跑去太子面前装神弄鬼，但只有他自己知道，太子是真的会有血光之灾。他本是玄门中人，打小就跟着师傅学习占卜算卦，若太子真的遭遇不测，按照大圣朝的祖制，嫔妃是要殉葬的。按照时间推算，太子的血光之灾应该马上就要应验了，希望他能争气点，平安度过此劫，不然枉费我的一番心血。今日围猎，太子正在追突一头雄鹿，可是身下的马匹突然发了疯，带着他往前方的悬崖跑。有刺客保护殿下。一阵刀光剑影过后，侍卫们凭借着人数优势占据上风。洛清寒的目光从满地尸身上扫过，突然感觉胸口发热，他抬手摸了摸，竟是一枚护身符。虽然已经变得漆黑，但他能认出来这是萧良娣送给他的。他再也坐不住了，当即带着人前往冷宫。可刚到门前，就听到一阵噼里啪啦声，他的脸色瞬间阴沉下来。这是在孤的宫里跳大神吗？砰的一声推开了房门，映入眼帘的就是2个沙雕主仆以及一桌的火锅。你们在干什么？回禀太子殿下，妾身在用完膳。你看起来一点都不担心。担心什么？担心火锅没熟吗？你觉得呢？我觉得火锅快要熟了，既然太子殿下你也看到了，那就坐下一块吃点吧。你哪来的锅子？那个啊，那是洗脸用的铜盆。你用脸盆煮火锅，还想邀请姑一起吃？这个脸盆洗得很干净，殿下可以放心吃，绝对不会吃坏肚子。洛清寒不想吃，他的视线在旁边那些配菜上面转了一圈，发现菜色居然还挺丰盛的。这些菜又是哪来的？可以不说嘛？不可以。鸡和鱼是我们自己养的，鸡蛋每天都能捡好几个，莲藕和青菜、大白菜、白萝卜也是我们自己种的。你们在东宫养鸡种菜？呵呵，平时闲着无聊，就在清歌殿后院养了鸡鸭，种了些菜。来人，去把清歌殿后院的鸡鸭菜全给姑清理掉。萧西西如遭雷击。
殿下求您高抬贵手，放过那些可怜的鸡鸭和菜吧，他们都还只是孩子啊。太子脸都黑了，他可没有这样的孩子。那些鸡鸭都是妾身一点点养大的，他们身上凝聚了妾身的无数心血，要是他们全没了，妾身以后还怎么活啊？殿下，求您看在妾身今帮你挡了一劫的份上，放过那些鸡鸭玉菜吧。你怎么知道姑今日会有劫难？妾身之前说了呀，您印堂发黑，很明显是有血光之灾。你会相面？略知一二。姑竟不知道，中武将军府的大小姐居然还会相面。实不相瞒，妾身因为命格原因，从小就被送去了玄门。妾身在玄门中长大，还拜了玄门门主玄机子为师。直到1年前，妾身才离开玄门，回到将军府。萧西西知道，必须要将洛清寒心里的误会打消，否则以他那多疑的性格，肯定会埋下祸根。所以他没有隐瞒，将自己的来历和盘托出。姑凭什么信你？萧西西从怀里拿出一个非金非铁的金属牌子。殿下，这是我们玄门中人令牌。洛清寒接过令牌，正面是一个古篆体的玄字，背面刻有萧西西的名字。你先放开姑，我后院里的那些鸡鸭鱼和菜，暂时给你留着。萧西西立刻就破涕为笑。殿下您真是个大好人，妾身爱你哦，李欣欣。女人家的，什么爱不爱的，让人听了会说你不知廉耻。妾身以后不说就是了。为何之前未曾听你提起过玄门之事？因为殿下从未召见过妾身呀，妾身都见不到您，又如何将这些事情告诉您？东宫里有不少女人，洛清寒给这些女人名分，但却很少去召见她们。你既然是玄门中人，为何还要委身于我？不觉得太大材小用了吗？不觉得啊，妾身能成为太子殿下的人，是妾身的荣幸。毕竟这年头上哪找这样光给工资不整活的良心老板啊！洛清寒深深地看了他一眼，原本准备了很多试探的话都吞回了肚子。今日是姑误会了你，你随时都可以搬回清歌殿。等他们走远了，萧西西赶紧坐回到火锅旁边，端起碗筷大快朵颐。好辣，好香，好好吃。您原来是玄门中人啊，以前怎么没听您提起这事？小事而已，不值一提。将军和夫人知道此事吗？他们不知道，家里只有祖父知道这事儿，但祖父早在3年前就去世了，家里人都以为我是在一个普通的尼姑庵里长大的。原来如此，若将军和夫人知道您是玄门中人，肯定不会把您送进宫的。太子良娣固然风光，可跟玄门中人这个身份比起来，却是不值一提。傻丫头，这说的什么话？这年头像这样光吃饭不干活的神仙工作哪里找啊？萧西西恨不得给太子早晚3炷香。更幸福的是，第2天一早，太子就差人送来了一大批赏赐，漂亮衣服、金银首饰，那叫一个齐全。萧良娣，这是太子殿下给您的赏赐，快谢恩吧。多谢太子殿下恩典。吼吼吼，神仙老板太给力了。想到此处，他立刻又掏出了一枚平安符。长公公，昨那枚护身符应该已经坏了，这是我新做的护身符，烦请你帮我转交给太子殿下。他现在跟太子同乘一条船，只有太子好好活着，他才能安心的做一条幸福的咸鱼。萧良娣放心，老奴一定把他转交到太子殿下手里。送走长公公后，萧西西又开启了干饭模式。吃饱喝足后，就瘫坐在躺椅上打着饱嗝。宝琴一见他这咸鱼的模样，就恨铁不成钢。太子殿下命人送来赏赐，您不去谢恩吗？不是已经谢过恩了吗？奴婢的意思是让您借着谢恩的名头，去太子殿下面前露个脸。虽你有玄门这层身份罩着，殿下应该不会怠慢您。可您若是能多得到一点太子殿下的宠爱，岂不是更好？争宠太累了，我不行的，我还是先睡一觉吧。说完，他就闭上眼呼呼大睡。3个时辰后，萧西西打着哈欠被宝琴从躺椅上唤醒。是到吃晚饭的时候了吗？刚才白侧妃派人送来请柬，是明下午在翠明轩开茶话会，想邀请您去吃茶赏花。茶话会啊，是不是有很多好吃的？应该吧。那我要去。宝琴看着他兴奋不已的样子，实在是操碎了心。这次的茶话会很可能是场鸿门宴，您到时候要小心点，别着了他们的道。殿下，这是萧良娣让奴才转交给您的。太子接过平安符，脑中不禁浮现出那个女人没心没肺的笑脸，小心地将符咒收起，又装作无意地问道：萧良娣这一天在做什么？他本以为自己赏了那么多东西，那个女人肯定会上门谢恩，没想到一整天却连个鬼影都没见着。他今早搬回了清歌殿，然后就一直待在清歌殿里，据说不是在吃就是在睡。殿下今晚要去清歌殿过夜吗？呵，我很稀罕他吗？次日下午，咸鱼便迫不及待地奔向了茶话会。宝琴跟个老妈子一样，在他耳边不断地念叨：您等下见到白侧妃，态度一定要好点，千万别说什么不该说的话。要是对方的话让您不开心，您就笑笑别还嘴，装傻充愣混过去就行了。白侧妃毕竟是侧妃，品级比您高，而且他爹是太子太傅，太子对他都挺客气的，您哪怕不讨好他，也尽量别得罪他。好了好了，我知道了。等他到时，
翠明轩内已经坐着不少人，东宫后院的几位妃嫔几乎都到齐了。妹妹坐啊。萧西西走到旁边的空位坐下，眼睛一下子就被面前的瓜果茶点给吸引住了。这些是我为各位姐妹准备的吃食，你们都尝尝，看看好不好吃。萧西西闻言立即开启干饭模式，好吃，香甜软糯，入口即化。身后的宝琴一脸无语。这世上还有您觉得不好吃的吗？不过这桌上专心干饭的也就萧西西一个，其他妃子拿的可是正经的宫斗剧本。听闻白妹妹左右病了，太子殿下没有去看看你吗？白侧妃像是没听出这话里的嘲弄之意，依旧笑得柔美。我只是有点不舒服而已，睡一觉便好了，哪里需要太子殿下亲自跑一趟？是啊，太子殿下日理万机，忙得很，哪能成天往后院跑？不只是白姐姐，我们这些姐妹也已经好久都没见过太子殿下了。既然太子殿下忙得很，为何前晚上他还有空去了一趟冷香楼呢？说完，他还故意看了一眼萧西西，可咸鱼正在埋头苦干，完全没有注意他。这个二傻子，萧妹妹，你在听我们说话吗？萧西西从瓜果茶点中抬起头，茫然四顾。萧妹妹看来是没有在听。萧西西一脸懵逼，但吃人嘴软拿人手短，既然吃了白侧妃的瓜果点心，那就得给人家暖暖场子。他努力回想了一下刚才听到的只言片语。李万基是谁？太子殿下为什么要日他？空气死一般的寂静，宝琴差点就要给他跪下了。我的大姐啊，您瞧瞧，您说的这都是什么虎狼之词啊？今天风有点大。是啊，风太大了，我刚才什么都没听到，你们听到什么了吗？完全没听到呢，我耳朵最近有点聋。就在大家疯狂摆脱干系时，门外突然传来声音：太子驾到！随即一道修长身影就走了进来，妃嫔们赶紧跪地迎接。太子左右环顾了一圈，感觉气氛有点不对。你们刚才在聊什么？从未见过如此倒霉的太子。自从现代咸鱼穿越成他的小老婆后，他的日子就鸡飞狗跳鬼打墙。咸鱼不仅整天白吃白喝白拿工资，而且还在他的东宫后院开启了农家乐。最可气的是，这咸鱼脑子有大坑，别人夸太子日理万机，他却满脸的迷茫。李万基是谁？你们刚才在聊什么？除萧西西外，众妃嫔都不约而同地僵了下。我们刚才在说太子殿下在围猎时差点受伤的事情，我们都很担心殿下的安危。是啊是啊，殿下一定要保重好身体。白侧妃又咳了2声，像是很不舒服的样子。你又生病了？妾身得知殿下差点受伤，心绪不宁，加上吹了冷风，就又病了。都怪妾身太没用了。看过太医了吗？只是一点病，不必惊动太医，妾身回去躺会儿就好了。多谢殿下关心。有病还是要及早治疗的。回头你让人拿着姑的牌子去太医院找人看看。他轻轻浅浅地应了一声。陈良缘按下心里的酸意，笑着恭维道：殿下对白姐姐真好。殿下对每个人都很好。才没有呢，殿下对姐姐你最好了。李侧妃在心里将白侧妃骂了个狗血淋头，这朵白莲花就知道扮柔弱吸引太子殿下的注意，臭不要脸！殿下，妾身最近在练西域舞，已经略有成就，不知殿下今晚可否来妾身这里观赏一二？众妃嫔只想卧槽，白侧妃还只是吸引太子的注意力，李侧妃居然直接就要拉太子去她院里过夜，太不要脸了！再说吧。其他人使尽浑身解数争宠时，萧西西还在那里吧唧吧唧吃个不停。萧良娣，萧西西抬起头，嘴里还在咀嚼食物，脸颊鼓鼓的。本来不爽的太子忽然觉得他的样子还蛮可爱。殿下有何吩咐？明天是母后的寿辰，晚上会在凤姬园举办宴会，你到时候跟姑一块去参加。皇后的寿宴啊，肯定有很多好吃的吧？去，必须得去。萧西西欢天喜地地答应了下来，浑然没有注意到其他小老婆看她的眼神已经冒出血光。吃饱了吗？萧西西摸了摸肚子，觉得自己还能再干3大盘点心，可看着太子那凉飕飕的眼神，她瞬间怂了。吃饱了，那就走吧。太子转身潇洒离去，他也赶紧追了上去。太子转头看了一眼，只觉得辣眼睛，这傻乎乎怂兮兮的样子，居然是神秘的玄门中人。他进宫接近我，究竟有什么目的？萧西西看出太子似乎有疑惑，主动问道：殿下是有什么想问的吗？姑若是问了，你便会回答吗？当然，妾身定知无不言。玄门到底在哪里？玄门在山里，那地方偏僻得很，一般人找不到的，就算费尽心思找到了，也进不去。为何？因为山里地形很复杂，并且还有玄门设下的重重机关，为人若是误入其中，肯定会迷路，兜兜转转几圈后便出去了。至于那些心怀不轨的人，则会被机关所伤，运气不好的话，连性命都会不保。那你是怎么找到玄门的？靠直觉啊，妾身能感觉到玄门在哪个方向，跟着直觉走就行了。你能带姑去玄门吗？不行，玄门有规矩，不能带外人进入玄门，违反门规是要受罚的。妾身不想受罚。洛清寒听了这话，非但不觉失望，反而稍稍放下了心。若萧西西一口答应带他去玄门，他反而要怀疑这女人是不是借机图谋不轨。殿下若有需要帮忙的地方，不需要去玄门，直接找妾身就行了，妾身会竭尽全力帮您达成所愿。那你还有护身符吗？现在没有，殿下若想要，妾身回去给您做。
姑想要2个护身符。没问题。话题结束，两人就此分道扬镳。回到清歌殿后，萧西西又恢复咸鱼姿态，瘫在软榻上。宝琴则是翻箱倒柜的找衣服。你在找什么呢？我在找您明日参加寿宴的衣服。我平时穿的那些衣服就挺好的呀。咸鱼嘛，没别的特点，就是好养活。不行，您入宫半年了，从未在公开场合露过脸。明晚是您第一次露面，而且还是跟着太子殿下一起露面。这份殊荣可不是随随便便哪个妃嫔都能拥有的，您必须得打扮得漂漂亮亮的，让大家都能记住你。宝琴翻着翻着，忽然又想起另外一件事。小主，您去参加皇后娘娘的寿辰，是要送寿礼的吧？应该要送的吧。明儿就是寿辰了，您还什么都没准备呢，这点时间上哪儿去找合适的寿礼啊？既然是贺寿，那就送寿桃嘛。明儿你让人做1篮子寿桃，我送去给皇后娘娘就好了。人家送的都是各种稀世珍宝，您就只送1篮子寿桃？不可以嘛？当然不可以，人家可是尊贵的皇后娘娘，您怎么可以送寿桃这种寒酸的礼物？真要是被人知道了，是会笑掉大牙的。不送寿桃的话，那就送1碗长寿面吧。不可以，要不做个大饼，上面写皇后娘娘生辰快乐8个字。您就不能别总想着送吃的吗？萧西西苦着一张脸，除了吃的，她就想不到别的了。主仆2个思考了很久，都没能想出合适的解决方法。最后，萧西西一拍手，果断决定：我累了，要去睡了。第二天早上起来，宝琴脸上挂着2个硕大的黑眼圈。萧西西见状也有点不忍心。你把柜子最下面一层，靠左边的角落里，一个蓝底碎花的包袱拿过来。宝琴按吩咐将包袱放到他面前。这个包袱是他从玄门里面带出来的，里面装着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。他在里面左挑右挑，最后选出一颗人参，就送他吧。宝琴看着这颗人参很吃惊，哪怕他没什么见识也能看得出来，这是一颗品相极高的人参。你哪来这么好的人参啊？师傅给我的，我也不知道他从哪儿弄来的。用这东西当寿礼没问题吧？没问题，必然没问题。剑带996射出魂穿太子不受宠的小老婆，深谙躺平之道的他二话不说直接开摆，在太子后宫当起了白吃白喝的咸鱼。当惯了咸鱼的萧西西破天荒的打扮起来。当他迈出清歌殿时，等候多时的洛清寒不由得微微一怔。萧西西见他一直看着自己，感觉挺不好意思。我这样打扮是不是有点奇怪？不奇怪，不仅不奇怪，还很漂亮。尤其是她的眼睛清澈透亮，像是一眼就能看到底的湖水，干净纯然，这不是皇宫之中该有的眼睛。以后别再用这种眼神看着姑。说完便甩袖而去。萧西西一头问号看着他逐渐走远的背影。我眼神怎么了嘛？这家伙怎么动不动就生气？但想起寿宴上的美食，他还是挥舞起小短腿，哼哧哼哧地追了上去。皇后寿宴上觥筹交错，坐在下手的萧西西忍不住偷偷瞄了一眼秦皇后。瞧这冷若冰霜的样子，怪不得太子总是一副面瘫脸，感情是一传他娘的。此时寿宴已经进入了献礼环节，太子率先起身奉上了一幅秦先生的绝笔山水画。秦先生是皇后的外曾祖父，这幅画对他可谓是意义非凡。你费心了。一旁的大皇子落叶晨坐不住了，连忙起身嚎道：儿臣恭祝母后寿比南山。随后便大手一挥，让人抬上来一尊金灿灿的佛像，那是用纯金打造的佛像，约莫有1人高。萧西西仿佛闻到了来自金钱的芬芳，落叶晨昂首挺胸地站在原地，意气风发。结果秦皇后连一句夸赞都没有，就草草把他给打发了。过了1个时辰，献礼还在继续，长期维持着跪坐的姿势，让萧西西觉得腿有些发麻。他悄悄伸手去揉了揉自己的腿，累了。萧西西点头，模样可怜巴巴的。他以为他会安慰几句，结果习惯就好。哇，狗男人，你要不是太子，就你这性子，肯定要祝孤生。好在献礼环节终于结束，无数山珍海味被端了上来。萧西西腰不疼了，腿不酸了，夹起一块鸡肉就要开炫。这时太子突然凉飕飕的看过来，萧西西秒懂，饭桌上嘛，肯定要老板先吃。您先吃。好吃吗？洛清寒其实不爱吃鸡肉，但面对萧西西充满期待的澄澈目光，他忽然觉得嘴里的鸡肉也没那么难吃。还行。酒过3巡，太后、皇上、皇后3人相继离席，没有大佬坐镇，气氛立刻变得轻松许多。这时大皇子端着酒杯走到洛清寒的面前，老三，来，咱们兄弟喝一杯。洛清寒不爱喝酒，他的脸上冷冷淡淡。大哥，你醉了。我没醉，你快喝。落叶晨的脾气本来就不太好，此时在酒精的作用下越发没耐性了。我是你大哥，让你喝杯酒，你还不愿意吗？还是你觉得自己成了太子，就能不认我这个大哥了吗？他的音量不小，引来其他皇子的注视，却没有一人出来劝阻，所有人都在看戏。你要是男人，就把这杯酒喝了。老三，别让我看不起你。他要让所有人知道，就算当了太子，也得在他面前老老实实的。长公公看不下去了，好好的说道：大皇子殿下，太子殿下不爱喝酒，您就不要勉强他了。您要是想喝的话，奴才陪您喝，行吗？
你算什么东西？这里没你说话的份儿，滚一边带着去！不就是一杯酒吗？你用得着这么磨磨唧唧吗？就在双方僵持不下的时候，一只手从旁边伸过来，端起酒杯。好香的酒啊！不等众人反应，他就将杯中美酒一饮而尽。你是谁？妾身是萧良娣。堂堂一个太子，居然沦落到让女人帮忙挡酒的地步，老三，你不觉得丢人吗？洛清寒没有理会他的挑衅，定定地看着萧西西，正想训斥几句他的自作主张，萧西西忽的脸色煞白，紧接着吐出一大口黑血。你怎么了？妾身的肚子好疼。洛清寒脸色一变，目光落在旁边的酒杯上，语气森冷至极：大哥，你在酒里下毒？我没有，不是我。这一幕惊呆了在场所有人，刚才很多人都看到了，那杯毒酒原本是要给洛清寒喝的。洛清寒只觉得胸口有一股戾气在翻涌，这些人就这么想让他死吗？萧西西躺在洛清寒的怀里，脸色煞白，气若游丝。太医很快赶来，给萧西西把过脉后，又检查了一下酒杯里残留的酒液。这酒里有剧毒，但不知道是哪种毒。我先给萧良娣开些催吐的药，帮他把肚子里的毒酒吐出来。很快太医便端来汤药，强行为萧西西喝了下去。吐过后，萧西西便觉得脑子发昏，不由自主地睡了过去。等他醒来时，发现自己正躺在床榻上，宝琴就守在床边。小主，你可算是醒了。别担心，我没事了。昨晚看到您吐血的时候，奴婢差点被吓死。你以后不要再乱吃东西了，好不好？你想吃什么就跟奴婢说，奴婢给您做，别再去外面吃了，外面太危险了。昨晚只是个意外。再说了，我这不是没事吗？我昏迷多久了？1个晚上了。我昏迷后发生了什么事？太子殿下亲自把您抱回了清歌殿，晚上太医和奴婢一直守在这里，直到确定您已无大碍，太医才离开。太子人呢？他把您放下后，跟太医说了几句便走了。宝琴说到这里，语气不禁露出几分埋怨。昨晚您是喝了太子的酒才中毒的，您是代替太子遭了罪，可太子却走得那么干脆利落，连看都不多看您一眼，太无情了。不怪太子，这是我自找的，我早就知道那杯酒有毒，却还要喝下去。跟太子没关系。您说什么？您早就知道酒里有毒？这怎么可能？女孩明知道杯里的酒有毒，却还是义无反顾喝下去，只因她要保护自己的太子老板。您说什么？您早就知道酒里有毒？这怎么可能？昨晚我看到了大皇子印堂发黑，乌云罩顶，摆明了就是一副倒霉相。尤其是当他把酒递过来的时候，我看到他头顶的乌云都快黑得滴水了。直觉告诉我，那杯酒里可能有问题。我把酒给抢过来，闻了闻，果真闻出了毒药的气息。奴婢怎么没看到大皇子头上有乌云？那是因为你没开天眼，我因为命格特殊，刚生下来就开了天眼，这些东西我只要扫一眼就能看到。见到宝琴一副不大明白的样子，萧西西解释道：你想想看，如果太子昨晚真的喝下那杯毒酒，不管太子死没死，一个毒杀太子的罪名都会落到大皇子头上，他就算不死也得脱层皮，这不就是要倒大霉吗？那也是他活该，谁让他要毒害太子的？事情没你想的那么简单，大皇子就算再傻，也不可能当众毒杀太子，他又不是不想活了。您的意思是，大皇子是被人陷害的？也许吧。您既然知道酒里有毒，为何还要喝下去？门外准备来看望萧西西的洛清寒，把两人的对话听得清清楚楚。既然明知有毒，为何还要喝？就在他疑惑时，屋内的萧西西懒散开口了：我得保护他，我的体质很特殊，普通毒药伤不到我，可太子不一样，他只是个普通人，若他喝下那杯毒酒，就算不死也得去掉半条命。您可以直接告诉太子殿下酒里有毒啊。太子不会信我。怎么会？您可是太子殿下的人，您不会害他的。萧西西摇摇头，在皇宫里面，别说是枕边人，就算是父母兄弟也能痛下杀手。洛清寒身为太子，他不能相信任何人。什么声音？是我的肚子在呼唤你，他想告诉你，他饿了。你好生歇着，奴婢这就去给你准备早膳。宝琴扭身往外走，当他走到门口时，见着站着两个人，顿时被吓得不轻，慌忙下跪行礼。奴婢拜见太子殿下。忙你的去吧。萧西西原本打算闭眼睡会儿，听到门口的动静，打算下地行礼。你还在病着，不准你免礼。多谢殿下。萧西西心安理得地躺了回去。洛清寒走到床边，居高临下地俯视他。殿下为何如此看着妾身？洛清寒没有说话，目光沉沉地看着他，像是要透过他的皮囊看清楚他的那颗心。以后不要再做这样的事了，姑不需要任何人的保护。萧西西失望地低下头。洛清寒还是不愿信任他。如果以后再遇到这种事情，你可以直接跟姑说，姑会相信你的。以后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妾身都会跟您说。你刚才说你的体质很特殊，普通毒药伤不了你，是什么意思啊？这是妾身的秘密，不能告诉别人。但如果殿下想知道的话，妾身可以悄悄地告诉您。您靠过来些，别让其他人听到了。洛清寒俯身靠过去。妾身小时候贪吃，不小心吃了种有毒的食物，差点死了。
师傅为了救妾身，对妾身用了以毒攻毒的法子，妾身的小命得以保住，同时身体对毒药的抗性也提高了很多。普通毒药对妾身没用，像昨晚那种剧毒会让妾身虚弱一段时间，但伤不了性命。原来你从小就这么贪吃，不管好的坏的都往嘴里塞，你就不怕哪天真把自己的小命给吃没了吗？人早晚都有一死，反正都是要死，妾身干嘛不吃饱了再死？好歹还能做个饱死鬼呢。歪理。宝琴端着早膳走进来，见到两人亲昵的模样被吓一跳，连忙背过身去。你跑什么啊？是不是早膳做好了？快端过来，我都快饿死了。宝琴将早膳端过去，是一碗白粥，萧西西3口2口就灌进了肚子。你现在感觉如何？还难受吗？还是不大舒服，妾身可能要休息很长一段时间才能完全恢复。既然不舒服，为何刚才还吃了那么多？妾身年纪小，还在长身体，所以要多吃点儿。洛清寒打量她，面容确实还有几分少女的稚气，视线缓慢下移。殿下看哪儿呢？你觉得你有什么地方值得姑看吗？妾身会长大的，殿下不要小瞧人。姑等着瞧。这时有个小太监走了进来。太子殿下，陛下召您去议事殿。姑先走了，你好好休息，晚上姑再来看你。晚上要等您用膳吗？洛清寒别有深意地看他一眼，然后才应了声。等他走远了，宝琴扑过来抓住萧西西的肩膀，激动的小脸通红。小主，您终于知道邀宠了。邀什么宠？您刚才不是邀请殿下在清歌殿用晚膳吗？等用完了晚膳，殿下肯定要歇在清歌殿啊！我的老天爷，您终于可以侍寝了。萧西西犹如被五雷轰顶，是什么寝？谁要侍寝啊？他还未成年好吗？我昨晚中了毒，差点就死了，我现在都下不了地，你们居然就想让我侍寝，你们还有人性吗？对哦，你还病着呢，按照规矩，生病的妃嫔是不能侍寝的。唉，看来这个皇宫还是有点人性的，那我就放心了。您放心什么啊？就放心了。您好不容易有了机会把太子殿下留下来，就算不能侍寝，也得想办法加深太子殿下对您的印象，这样太子殿下以后才能常来清歌殿，您的恩宠才能长久不衰。眼见宝琴有滔滔不绝的趋势，萧西西直接将被子往上一拽盖住脑袋，假装自己是一条已经死了的咸鱼，什么都听不到。你觉得是老大下毒害你？父皇，儿臣没有下毒，儿臣冤枉。你闭嘴！太子，朕想听听你的想法，你真觉得这事儿是老大干的吗？大哥不是那种狠毒之人，即便我们兄弟之间真有什么矛盾，他也不至于下毒害我。儿臣猜测应该是有别人假借大哥之手下毒谋害儿臣，若计策成功，儿臣和大哥就全完了，此为一石二鸟之计。在他说完这番话后，明显能感到皇帝的表情松动了些。你听到太子说的话了吗？听到了。你刚才还嚷嚷着太子故意冤枉你。是儿臣狭隘了，儿臣认罚。皇帝的目光从在场几个皇子身上逐一掠过，一字一顿地说道：朕知道你们对老三被册立为太子这件事情心怀不满，但你们得记住，你们是亲兄弟，你们身体里流淌着相同的血液，朕绝不允许在咱们家里出现手足相残的事情，你们听明白了没？皇子们心下一凛，整齐的下跪低头。皇帝放缓神色，将一众皇子遣散，唯独留下了洛清寒。太子，上次围猎遇刺，这次又被人在酒中下毒，你心里可有什么想法？